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，在你外套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我的确希望自己不精彩，如果我有选择的话，我不会选择出生在这个家庭。你太过分了！爸爸，我刚学了一套拳法，我打给你看。你看好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表演了，我没有心情看了。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嘛。我知道，不过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像二姐一样的。我喜欢我们的家。还有我也喜欢这个家。你们不用安慰我了，我没有事啊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看得很开了。你要是真的看开的话，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？我只是感慨啊，以前的人都认为这份工作是很低贱的，只有没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做这种工作。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不起这份工作呢？其实你只是在乎诗慧的看法。也难怪诗慧啊，大多数的人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，就一脸嫌弃的样子。诗慧那么好强，当然会难受了。但他也应该顾虑到我们的心情啊。当他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过我们也会难受？他应该是一时冲动，才会讲出那种话吧。爸，我知道你很疼他，不过他做错了事，你应该让他自己承担后果，而不是帮他找借口。对对对，大姐说的对啊。我想现在他应该是后悔了，只是不懂得怎么开口。待会儿回去，我叫他跟你道歉。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如果我多读一点书，就不用做这一行了，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。你也可以跟阿慧一起上大学，毕业之后找一份好职业，找个好对象，结婚生子。大姐现在这样不好吗？要不是因为寿板店，你也不会跟汉威分开，说不定你已经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了。我跟他分手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。你还想骗我？我知道他的父母亲很不喜欢你这份工作，你跟他常常吵架，也是为了这个。爸，我从来没有后悔到寿板店工作，也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再说，现在很多人开始对这个行业改观，我们不需要因为一部分人的眼光而否定自己的努力。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看法，可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并不自卑，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。回家吧。
哇！回来啦，可以吃饭了。哦，爸坐。好。爸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，没事啊。哇，都是爸喜欢吃的啊。哇，很酸啊。真的那么差？还好啊，还好。还好，老爸，你有问题啊？你别多嘴，乖乖的吃。如果真的很难吃，那就不吃了。不会，一点都不难吃啊。可是你一点都不好吃。大姐，老爸去吐啊？应该不是啦。阿慧，那给你的。哇，煮到这样难吃，还有礼物拿？不是啦，这是你二姐的毕业礼物啊，开出来看看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的笔？是限量版的，很贵。你呀，就是喜欢追求名牌。拿名牌好处可多了，以后我同事看到我拿这支笔，就会对我刮目相看。你看，爸有多疼你，你应该将心比心，让他老人家开心才是。哦，阿雅，倒杯水给爸爸喝。谢谢爸。这个越南的，你说人家不会讲华语，还有啊，这个你说人家嘴巴大，会吃穷老公，你到底有多少财产啊？给人家吃光了啊？我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对的人选嘛。对，你再这样挑剔下去啊，只好回家面对4堵墙了。那我帮你选吧，就这个啊，就这样决定，这个啊。李家宝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老板娘，是我要相亲，是我叫老板帮忙，不关老板的事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当然生气啦！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媒婆放在眼里呀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也不找我帮忙。哎呦，这些女人这么年轻，当女儿还差不多啊，当老婆是不行的。你当心人家用假结婚来骗你们这些老男人呢。还有你呀，那整天在这看报纸，报纸上有这么多骗婚的新闻，你不担心全叔中招啊？全叔，这事呢就包在我身上。那我当媒婆这么多年，有哪一个女人适合你，能不能跟你白头到老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人选啊。全叔，全嫂已经去世那么多年，而且你身体这么健壮，你寻找第二春，我相信她不会怪你的。我的身体真的还是不错的，应该可以活到啊，看你结婚生孩子当老板。我听你爸说，有人招你入股婚纱店，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我跟婚纱店的老板刚刚去见了会计师，我看过了公司的业绩表还有营业额，这2年都赚钱的，我觉得可以投资。哎，那就直接入股啊！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东风？东风。东风啊！喂，文熙。啊，切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哎，这是商业注册的副本，已经加上你们的名字了。谢谢。以后婚纱设计就交给文熙，你呢就负责营运和促销，财政也交给我来管了。有你们2位加入啊，我以后可就轻松多了。这是文熙第一次做生意，什么都不懂，你们要多多照顾啊。哎，文熙这么聪明，没有问题的。再说还有子豪呢，他满脑子都是 idea。我相信我们的婚纱店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来，让我们干杯！哎，让婚纱店的分店开了一间又一间。来，嗨，来，干杯！哇，
你看他们两个这么雄心壮志，你也要多加油，知道吗？我会的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你是不是约了那个托事？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姐，你从刚才吃饭到现在一直在笑，你嘴巴不累啊？我开心嘛，终于可以实现那么多年的梦想。子豪啊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坚持的话，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我的梦想。实现你的梦想，就好像实现我的梦想，不用谢我的啊。可是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就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。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当成事业来做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人生的道路是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，让我们为以后的一对对新人努力吧。总之，谢谢你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来，我做了莲子红豆沙。阿娟啊，不要客气啊，来，你尝尝看，给点意见。你在糖水店工作啊，意见一定很中肯的，全叔。很好吃，谢谢。不够甜呢。吃太甜对身体不好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还是要甜一点，会比较好吃的。老的，那你到厨房去拿些糖出来啊。我再出去啊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让他去，运动运动。你们两个年纪也一大把啦，全叔啊，你老婆也死了很多年了，2个女儿都有了自己的家庭，现在找个伴也是合情合理啊。至于你们阿娟，你先生也走了很久了，你又没有孩子，现在找个人来照顾自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最重要的是你们2个觉得对方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这样问人家，人家会觉得不好意思的，对吗，阿娟啊？我是真的觉得他们2个很相配啊，可以试着交往啊。娟叔，人家女孩子不好意思，你就说句话吗？我会努力的。这就对了，男人呢是应该努力一点的。那如果一切顺顺利利的话，半年后就可以结婚了。我们家都是做这一行的，全叔啊，如果你不介意呢，喜饼就由我们负责，婚纱照呢就交给子阳，婚礼策划呢，就交给子豪。全叔，什么事交给我啊？全叔的婚礼呀。全叔，你要结婚了？哪有那么快了？不要听你妈乱说。你不要不好意思啊。你不是一直以来都劝我找个伴吗？那现在我都听你的话，开心啦？开心，我当然开心了。那你的婚礼、婚纱、结婚照、酒席全部包在我身上，我保管你有一个难忘的婚礼。加油啊！我先上去啊。厨房有莲子红豆沙。我等一下再喝。好，一切都解决了，你们2个呢，好好的交往下去就可以了。干嘛一个人躲在这里喝酒啊？我不是躲，是闪开那个尴尬的场面。场面你闪得了，帮忙拍结婚照你是闪不了的。那可是个大挑战，我从来都没有帮那种年纪的新人拍过结婚照。你年龄歧视啊？我才不敢，那可是全叔的终身大事。再说我怎么敢在你这个未来的老板面前推掉工作呢？你知道了，妈不但是个媒婆，还是个广播电台。你投资婚纱店真的是为了梦想，还是为了那个婚纱设计师？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对他有一点点电流。我又不是你，整天乱放电，小心电线走火。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对唐文熙的兴趣多过那个婚纱店？你干嘛这么关心我们的事啊？你对他有兴趣？他才不是我的那杯茶，我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他不是你那杯茶，搞不好你也不是他那杯茶。这点我很确定。
我感觉得到，他不是很喜欢我。你也有颠不到人的时候啊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在 Raymond 那边做了一段日子，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？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。首先是婚纱的款式太少，应该多样化一点。我也打算叫文熙多设计几款新的婚纱。那干脆一次过，连婚纱照的样本也换掉。不只是婚纱照要换掉，我也打算把整个橱窗的摆设换掉，还有我们搞一些新的促销还有宣传。看来你已经有一套想法了。Helen， 家俊 ，Kiki 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。我回到家就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我就马上送他来这里。你别太担心了 ，Kiki 向来很健康，不会有事的。医生在里面那么久了还不出来 ，Kiki 的情况一定很严重。Kiki 不能有事的，他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只狗，还是我的家人。你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他不能有事的。Kiki 怎么样了？你们还是节哀顺变。Kiki。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。活着的时候，有开心不开心，孤单和不孤单的时候。可是，在离开的时候，总是希望有爱人、家人和朋友陪着。那这最后一段路，就会有勇气走完它。我当初到寿板店工作时，就知道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。毕竟，死亡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禁忌的话题。寿板店的员工就是为这些家属做他们想做却不敢做，或者没有能力做的事情，让死者好好的走向往生之路，为家属了结一桩心愿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在寿板店工作的人，就像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，为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牵起生命中相连的最后一条线，也剪掉最后牵扯的那一条线。这是 Kiki 的骨灰。谢谢。给你，我想 Kiki 也一定舍不得离开你。现在她成为了这棵太阳花的一部分，她会慢慢的长大，开花，陪在你身边。Kiki 突然离开，我真的慌了。如果不是有你陪着我，帮我处理所有的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现在我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，就好像突然失去了生活重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是这种感觉。这时如果有专人帮忙的话，就不会那么彷徨，也更有勇气的去面对。家俊，虽然我还是希望你能换一份工，可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不会勉强你的，我会试着去接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子豪，我的未婚夫汉威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哇，这里倒是红彤彤的，好特别啊！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不管是什么籍贯的婚礼传统用品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。
关于传统习俗，我们什么都不懂的，这次全靠你了。没问题。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籍贯的呢？我是潮州人，Q 是福建人。一般上过大礼呢，都会按照女方的籍贯。这个我没问题。通常过大礼呢是在婚前12天到1个星期之内，男方会把聘金还有聘礼送到女方的家，女方在还礼之后呢，也会把嫁妆送到男方家。以前家境比较富裕的岳父岳母呢，也会送就是金饰啊、钻石、玉器等东西，也会送上好的橱柜还有桌椅。所谓娶家满间红，嫁家满间空，意思是说呢，娶媳妇的家呢会堆得满满的，然后嫁女儿的呢会搬得空空的。那你不是发达了？现代人已经简化很多了，所以我们的配套呢既简单，可是不失传统。尤其你是福建人，过大礼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送猪脚，这是报答你父母的养育之恩的。那猪脚一定要送咯。他就是有这个优点，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也孝顺我的父母。你说起这些传统习俗，头头是道的，真厉害。我都说了，找子豪帮忙，肯定没错。那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你们找我策划你的婚礼是给我生意，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到最好的。我会的。不知道你们的预算是多少？还有你们想要怎么形式的婚礼呢？关于婚礼的形式，我们这里头绪都没有的。至于预算嘛，我们的预算是大概5万块。这是最保守的预算。要是你觉得花多一点钱会有更好的效果，我们可以再提高一点。好，我会按照你们的预算给你们一个物有所值的婚礼的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怎么，还是不喜欢？感觉不对啊。这么多婚纱，你一件都不喜欢吗？我喜欢这件婚纱上半身的设计，又喜欢这件婚纱下半身的设计，我又希望能多一点点梦幻的感觉。如果你不介意多付一点钱，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件新的婚纱。只要Q喜欢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好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那种感觉？就是这种感觉啦。那这一点点是什么？我想加一点水钻在上面，那就更会有梦幻的感觉了。就这样说定了，我要这款婚纱。好，等婚纱做好后，我再请你来试穿。对了，你们的婚礼我有点想法，要不要听听？好啊。我想在婚礼当天呢，把祝寿官请到你们的宴会，然后当所有的亲人面前正式宣誓你们为夫妻。我想你们的父母在场看到的话，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。这个提议不错，老人家早上要赶去注册局，晚上又要赶去宴会厅，的确会累坏。我也觉得很好。还有，我听说你的舞跳得很好啊，所以呢，我想把宴会布置成舞会会场，所有的宾客都是来参加你们的舞会的。我也会安排你们跳第一支舞，让漂亮的新娘展示你的舞姿。Good idea， 我很喜欢。好，详细的计划书做好之后，我会通知你们的。那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拜拜，保持联络啊。哇，子豪果然厉害，满脑子里都是 ideas。我觉得 Raymond 才厉害，找了他们2个入股，一个设计的婚纱向来都很令新人满意，另外一个呢能言善道，满脑子的是 idea， 再加上2个人的默契又这么好，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很忙。这证明我的眼光不错吧？哎，泽文熙，我有事要出国几天，这里我交给你们了。我们才入股不久，你这么放心啊？哎，他们都说我眼光好嘛。我既然找你们入股，我就决定相信你们的能力，我有什么好不放心？好吧，希望过几天后你回来，这里还完好无缺吧。我就不信你有这么大的破坏力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拜。一路顺风啊！记得要带礼物回来哦，而且要1人1份。知道啦。一般上大家都比较喜欢典雅的婚纱，所以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设计。不过现在很多新人呢喜欢不一样的婚纱，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些突破传统的婚纱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应该会吸引很多非一般的新人。而且你这类型的设计很适合在户外举行的婚礼。看来我们的婚纱照要重新拍过，而且要以你新设计的婚纱作为卖点，打响我们的招牌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需要新的配套，还有新的宣传手法。啊，我的计划书里面都有。我很期待，因为你的点子常常会让我惊喜。要重拍婚
婚纱照呢，就应该找一个好的摄影师，这样才能够拍出好的效果。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。子阳，你回来了。嗨，我给你们买了蛋糕，来。你说的人选，该不会是他吧？就是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是不错，不过就……我知道你跟他有误会，可是给他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不过可不可以跟他谈了再决定啊？好。老弟，有没有我的份啊？当然有了，来。卖相还不错。谢谢。哎，怎么会来这里的？哦，我过来交照片，有空吗？有啊，什么事啊？有事要跟你商量。看你这种表情，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吧？嘿，错，这次是好事。我跟文熙有事要跟你讨论讨论。要讨论也行，不过我肚子又开始有点饿了。来，你说如果我们拉队到外面去拍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可惜我们经费不够。不如我们去比较靠近的国家，好像泰国、马来西亚。其实去哪里拍并不重要，很多公司花很多钱去国外进行拍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还不是效果一般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主题。主题？没错。现在那种表情呆板、形式单一的婚纱照已经过时了，如今是个追求个性的时代。回到主题，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是幸福，幸福很笼统，看不见摸不到。哎，我看过一组婚纱照，主题呢是狂野，那新娘呢故意不戴头纱，新郎就赤裸上身，还有穿很多很狂野的衣服，跟我们看的一般婚纱照很不一样的，非常有感觉。小姐，N 年以前我已经拍过那样的东西了。哎，你们说，如果以故事为主题，会不会更引人注目啊？有一点接近了。总之，拍婚纱照是为了宣传婚纱店，你们应该很清楚你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，这样你们才能够把你们的想法传递给你们的客户。可是每个客户的要求都不一样啊，我们不可能讨好每个人嘛。不要还没有做就先否定，认为不可以。只要打开脑袋，敞开心扉，好好想一想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思想很封闭咯？是啦，我的思想是没有你开放。我想子阳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、更完美啊。好了，主题的事情就留给你们了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婚纱照的主角一定要是你们两位。为什么？你们的婚纱店当然由你们代言最合适了。你是婚纱设计师，有穿上由你设计的婚纱，一定能够带出婚纱的灵魂。至于你嘛，我怎么样？纯粹是为了省钱。我有这么大吗？好了好了，如果你们能够想到让我很满意的主题的话呢，或许我会免费考虑帮你们拍。好了，吃饱了，我先走了，拜。我就不相信我会想不到一个好的主题。没想到你也有不认输的一面。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人。像他那样自以为是的人，如果输给他，会被他取笑一辈子的。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梅西，表姐，嘿，好了，都还给你，来吃吧。哎，表姐啊，你再这样每天买宵夜回来呢，我不胖才怪啊！买宵夜给你吃，还要被你嫌，那以后我就不买了。好了，对不起啦，当我没说过吧。哇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倒觉得有点太甜了。听说爱河的水呢是甜的，你现在整个人掉进去，吃什么都会觉得甜的。你是不是在取笑我啊？我是替你开心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恋爱中的女人呢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幸福的。为
想到了，我终于想到了。想到什么？谢谢你啊，表姐。怎么样？还在想主题？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把婚纱的美感带出来。只要我们做得到这一点，我们就算成功了。拿去看看，或许能够给你一点想法。怎么都是成双成对的动物啊？你看了有什么感觉？好像互相扶持的伴侣，感觉很幸福啊。这些照片的主题就是幸福的感觉。只要主题对了，无论主角是谁，看的人一定能够体会到那种感觉。这就是你坚持主题的原因。那你觉得恋爱中哪个阶段最美？当然是结婚的那刹那了。结婚是终结恋爱的杀手，结婚是为恋爱写上完美的句号。恋爱中最浪漫的时刻，应该是在暧昧不清的时候。对彼此的心意有点确定，可是又不确定，想向前又怕被对方压下来，不向前又停在那边不能动，只有痛苦，没有甜蜜。正因为不确定，所以才美。你想想看，你走上前，被挡下来，然后你退后2步，如果他对你有意思的话，看到你退后，他自然会迎上去。你们彼此望着对方 ，sparks 就会散开。哇哦，老弟，你太 drama 了吧？总之，我认为从相识到相恋再到求婚才是最浪漫的。一旦结了婚，就只剩下漫漫人生路，慢慢挨下去。所以，喂，文熙，我想到主题了，主题是一对恋人从相识到相恋，最后求婚的过程。所以最好的主题就是一对恋人从相识到相恋，再到求婚。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对了，韩文熙对我的主题没有意见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其实他想出来的主题跟你一模一样。放轻松，自然一点。手机慢一点。好。好哥。OK， 很好。把这种情绪，文熙转头。好，文熙，靠近一点。来。OK， 靠近一点。好哥，继续保持。在你外套里，我不再颤抖。世界催我成熟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去回首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1、2、3，不对不对，完全不对，给多我一点笑容和幸福 ，OK？ 再来，1、2，笑容多一点，幸福一点，快，再来，再来再来，不对不对，再来再来，唐文熙小姐，你听得懂我讲话吗？我要的是幸福的感觉，幸福你懂不懂？我当然懂什么是幸福啊！
我只是不知道你要的幸福是什么啊。当然是穿婚纱做新娘，嫁给自己心爱的人那种幸福的感觉。或许你可以换个方式解释给我听，让我更清楚一点。我已经站在这里2个小时了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啊。我也不想浪费时间，可是你根本就给不出我幸福的感觉。子阳，不如你解释一下你心里的幸福是怎么样的吧？我早就解释过了，就是那种穿上婚纱嫁给自己心爱的人的那种幸福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做不到。你不想一想，你是婚纱的设计者，如果连你自己都带不出幸福的感觉，你怎么要求那些新人相信你的设计？我记得你说过，幸福是很笼统的一种感觉，是看不到、抓不到的。对不起，我抓不到。还有，我对我自己设计的婚纱非常有信心，我绝对可以让新人感到满意的。文熙，他竟然用我说过的话来反驳我，莫名其妙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只用你的话来反驳你，我还用你的照相机来砸你啊！老哥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力？老弟，我们已经在太阳下面站了2个小时，你不觉得你太挑剔了吗？会吗？好，那你给我一个幸福的笑容。我的幸福又不代表他的幸福。你刚才不是说每个人的幸福都不一样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幸福的笑容不是发自内心的呢？可以重新开始了。OK， 准备。1、2、3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梦寐以求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汉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看，你没有其他的形容词啊？非常好看。我要买这套婚纱，不用再做任何修改了。可是我觉得腰身的地方可能还是要改小一点。你好像变瘦了啊。没有办法，筹备婚礼真的好累啊。我进去把婚纱换下来，帮你。来。阿威，我刚才打电话找你呢，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要宴客的名单，帮你准备喜帖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拿给你。好。这些是亲属，这些是朋友。哎，怎么？有你认识的人？蔡诗雅，我也认识一个蔡诗雅。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我认识的那个蔡诗雅，家里是做寿板店生意的。这么巧，我认识的那个也是。哼，新加坡真的太小了。哇，文熙好漂亮哦！是啊，子阳把你拍得好美哦。喂，怎么没有人称赞我的啊？哎呀，从来没有人去注意新郎的啦。就是啊。哇，这张美呆了！是啊，看得我都好想结婚哦。对，真的很漂亮。我觉得照片里的我，有点像我，又有点不像。总之就很不一样。应该说是子阳拍出另一个不同的你吧？我说的对不对？说对，也可以说不对。我是拍出了他穿上婚纱带出来的另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却没有拍出真正的他。会吗？可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好了。这只能算是我一般的作品。好的作品能够完全刻画出人物的精髓。其实每一张照片都能传达出一个故事。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穿上婚纱的幸福女人，但是她穿上婚纱后内心的那种真正的感受，我却没有能够表达出来，所以你们看到的是很表面的幸福。目前潮州人最流行的礼饼是用豆沙做馅的，叫做龙凤饼。来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很好吃，很甜。很好吃。我们师傅的手艺是一流的。
小姐，想买什么？老板，我听说这里有卖素的猪头。哦，有，要几个？给我2个。哎，好，等一下啊。喂，未来姐夫，喂，大姐，未来姐夫。小弟，别乱讲。未来姐夫，哎，你又说这么久没有来找我大姐啊？嗨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这是我女朋友 Cleo。你好，我们就快要结婚了，今天是来选礼饼的。恭喜你们。谢谢。谢谢。未来姐夫，你们2个要结婚了，那我大姐怎么办？小弟，大姐和我已经分手很久了，不要乱讲话。啊，小姐，你的东西来了。谢谢你啊。多少钱？40块。谢谢啊。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拜拜。不如我们看一下这些礼品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我们改天再来选礼饼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先走了。看来新郎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喽。哥叔，你在咖啡屋，少糖。哦。哎呀，不错嘛，连我们每个人喜欢他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啊，有前途啊！我的这个币啊。年轻人，这样拍马屁没有用的。他抓的工作做得很好啊，我教他的东西他也记得。何止记得？哎，老板，他可是非常有责任感的哦。你们2个贱人了，人家请你几次咖啡耶，你帮他说好话，这样抓他是没有进步的。德叔，负心汉。什么负心汉？还真是负心汉呢。汉威，伯父，你来找诗雅。诗雅。嗨。有空吗？方不方便谈一谈？有空。诗雅，这里有我。我们走吧。再见。这个给你。恭喜你。谢谢。诗雅，你还怪我跟你分手吗？为什么要怪你？这是我们2个人一起做的决定，谁也没有资格怪谁。我们当初交往，决定先不让我的父母知道你的职业。后来他们知道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我常在想，如果我们当初再坚持一点，或许到了最后，他们还是会接受你的。如果我们坚持下去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离开你父母。可是那不是我想要的，也不会是你做出的选择。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最困难的不是要选择什么，而是要放弃什么。当初我们选择听你父母的话，放弃这段感情，可见我们的感情还没到达一个可以为了彼此不顾一切去爱的阶段。我不愿意放弃寿板店，因为这是我爸的心血。你不愿意放弃你父母，不想夹在我和他们之间，我也不想让你难做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让我明白，有些事情是我们永远割舍不了的，尤其是亲情。你也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弱点，让我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们还是朋友，对不对？当然。我祝你和 Cleo 永远恩爱，白头到老。谢谢。我也祝你找到一个勇敢的人，爱你的人，陪你度过一切。谢谢。
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放弃你，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。